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的文化，它的磐石是老员工。所以有这些老员工在，对于年轻员工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把手的教授、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他专业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程序。泡一壶茶，讲一段故事，念一生的回忆。上课喽！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我是主持人林安娜。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行长施薇女士，中行新加坡分行前副行长林润堂先生，新加坡规划之父刘泰阁先生，还有陈嘉庚先生的后人陈立仁先生。来到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那这一集是比较特别，我们聚焦在师生情的节目嘛。不过不是发生在校园，而是发生在企业里，在银行里。那我要先请史行长。那么你刚刚上任1年多，在新加坡当中国银行的行长，那你有怎么样的感触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呢，成立于1936年。我们最早的是在伦敦1929年，然后大阪1931年，然后新加坡就是1936年。我现在想做的就是一定要在新加坡这个小红点上，带领我的同事们一起把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做得更好。那今天看到3位男士，他们也是亦师亦友吧？这3位老朋友也是好同事，他们都是代表了一种事业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承。那陈先生，就是我们一般人对您的祖父陈嘉庚先生的理解，主要是他从商兴办教育。那陈嘉庚先生和中国银行的渊源，你要不要来说一下呢？在30年代的我祖父跟中国银行的关系，就是看到当年很多新加坡的讲不同方言的华人呢，在汇款要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很分散。那么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凝聚所有的这些讲不同方言的人呢，一起到中国银行去汇款到国内给他们家乡的人。在当年，我觉得他在中国银行办的角色呢，就相等于现在的英语称为他 independent director。老人家的远见呢，就是当年一般来说的建筑物都不是很高的，是。那么在他的这个思维里头呢，要建一间银行，一定要门面要大方一点。那么建了6、7层楼的高的那个楼房，后面呢，因为要继续给银行发展，所以就建议了要建一栋17层的高楼。这个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就好像一个地标，一个灯塔，给人家远远都能够看得见。我要请教一下刘泰阁先生哈，您可不可以说说呢？我是在马来西亚麻坡出生的，就是2次大战之后才跑到新加坡来。那时候年纪大概是8、9岁左右。那时候我们是很穷困的，在英殖民政府属下，所以经常如果是去逛街的话，也跑到中国银行附近。它的建筑风格是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所以我从小就很热爱这些高楼。那您好像和陈嘉庚先生一样啊，就是在有关中行的新建新大楼的时候，给了他们宝贵的意见。当时有人建议要把中国银行拆掉重建，建一个更现代化的。
可是我就是觉得中国银行的这个建筑的风格是有这种现代化的中国的建筑的风格，是非常难得有的。终于说服了政府，说服了中国银行把留下来。那我也知道哈，史航，您对银行里的资深员工都很关注也就是不忘他们对工作的付出贡献来，您来介绍一下林润堂副行长为中国银行一共服务了29年，林行长在多个岗位都工作过，然后在我们这20年来经历的很多大事件中，他都亲自参与了。比如我们新的这个楼所有的这些内部的装修维护，然后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安全应急演练，都是林行长亲自操刀的所以他是员工特别敬爱的一位前辈。我们每年也请林行长回来跟我们一起捞黑呀。庆祝新年，所以这29、30年您觉得你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我最主要一点的就是说，2个字：传承前辈。他们流传下来的一些中韩的那个核心的价值，我觉得应该要传承下去。那么比如说那个诚信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要苦干，要懂得奋斗。第三，当然创新，也从国内来的那个同事，在同样讲的是同样的语言，但是他的在文化上观念上那个都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就尽量的是怎么样把这些差距去缩短。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跟当地的员工做了很多的辅导培训甚至是沟通。林副行长这样一个资深的员工他在银行里面也扮演了一个英文叫 mentor 的，就是一个导师嘛。今年5一劳动节也是不是因为这样，您特别在早报刊发了一个贺词，向中航新加坡服务30到40年的资深员工致敬您做了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在职服务的30年以上到40年的员工有66位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的文化，它的磐石是老员工。如果老员工都像林行长这样爱行，大家都会保持这样一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他们也是手把手的师傅，所以林行长是师傅，所以有这些老员工在，对于年轻员工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把手的教授、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他专业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程序。所以在中国银行，我们要对整个国家建设付出过努力、辛勤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人，要肯定他们的贡献，要保护他们，它是我们宝贵的财富。现在一般的企业里面，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个叫新旧传承，还有就是资深员工要辅导新员工。那史行长，刚才我们好像有提到一个是中新金融博览馆，对不对？您要不要说说呢？其实在座的3位都跟中新金融博览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主要记录的是新加坡本地自开埠以来金融的发展历史。当时林行长正是负责我们的总务的工作，所以整个馆的施工的实施是林行长主导的。然后利仁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嘉庚先生的长子房的长孙所以在我们这个馆里嘉庚先生跟中国银行几十年的历史渊源，是这个馆里讲述的故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泰格先生是中新金融博览馆的设计师。刘先生，在参与这个博览馆的建立，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那么做这种博览馆呢，
我几个重要的理念，一个就是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布局呢，要做到进去参观的人，他就是不需要考虑去哪里，他那流线，我就把它严谨的控制住，我只给他一个选择走，转了一圈就出来。第二呢，在进口的地方，我就在这个天花板上加了中国银行的标志，所以给一些参观的人一进来就知道我是到了中国银行的展览馆。那么第三呢，因为这个空间不是太大，所以这些展示的墙呢是比较低，所以给那种大的空间的感觉，不觉得很拘束。一般的展览馆就是在靠近地面的，这个是在高楼上，所以我把楼上的这些窗口都保留下来，所以他一边可以看展览馆，一边可以看室外空间。刘先生其实在我们银行有2个墨宝，一个是在2015年11月15号，中信金融博览馆揭幕的时候，您记得您赠给我们8个字，我们就把这个8个字现在还在这个展览馆的馆内展出。这是2024年6月15号，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庆日88周岁的时候，泰格先生给我们写下了又一部新的这个墨宝根植新州88载，云城发轫，万里可期。那在新加坡，我们即将要庆祝的就是60周年啊。那你有什么感言吗？作为中国银行的新加坡分行的行长。因为今年是我们建国60周年，也是中信建交35周年，所以我们有个从年初就定了个目标，说6035，首先要做好传承，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奋斗，然后也通过我们更好的能够显性的表达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的社会责任，让这个传承更久远一些。然后就是发展，因为新加坡是非常创新的一个地方，各个方面发展得很快，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那3位师长对史行还有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有怎么样的期许吗？刘先生。从我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还有其他的意义。中国银行也办了一些很重要的中国的文化的活动，包括去年的这个灯黄的这个，我是希望中国人继续做这些活动，介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文化更深入的影响。来，陈师长，我们现在可以借用中国银行的那个展览馆呢，做一些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带一些个中学的学生过去参观，多了解中国银行的如何的发展。那林副行长呢？最重要的呢是呢，史行长也会带领大家维系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包括在职的跟退休的员工。谢谢，史行长收到了。收到。对，那您有什么是特别的想要送给3位吗？特别想感谢我们的良师益友、亦师益友，也希望老师们都身体健康，快乐的工作，或者是快乐的不工作。今天非常感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施薇女士，中行新加坡分行前副行长林润堂先生，还有新加坡规划之父刘泰格先生，以及陈嘉庚先生的后人陈立忍先生，来到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我们下课喽。Wait a moment now. Let me have some tea also. 他们是 coffee 我为你服务，谢谢你。我不跟男人服务。Oh my
goodness，真的，我需要。谢谢林行长，男人这么多，他们都为你服务谢。谢林行长。